might be hooked on you. All of the things you said to me, it seems like you like me too. 今天我要用香菇和高丽菜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台湾人的早餐除了吃烧饼、油条，水煎包也是很常用来当早餐吃的。好多年前，我在菜市场附近买过一个10元的水煎包哦。现在啊，通膨了，物价一直涨，水煎包一个都要到15元或是20元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哪里的水煎包好吃的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分享水煎包，不用擀皮，不用发酵就可以完成的水煎包。那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影片、新食谱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追踪 IG，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香菇和高丽菜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条节瓜，把节瓜的头尾去掉，把节瓜切成段状，把节瓜切片。我发现身边有些人不知道节瓜可以做什么料理。把节瓜排整齐，切成细丝。其实节瓜切成丝后，可以包菜包或是水饺，像今天的水煎包也很适合。把节瓜放入碗中，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成片状，把红萝卜排整齐，切丝，把红萝卜换一个方向。切短点，把红萝卜放入碗中，跟节瓜一起，放入1茶匙的盐，把它抓揉均匀，让食材软化。都已经抓揉均匀了，先放旁边静置。准备1片黑木耳，把黑木耳切一半，把黑木耳卷一下，切丝。把黑木耳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香菜，把香菜切碎。把香菜放入盘中，节瓜和红萝卜有腌出水分了，把它挤干水分。高丽菜从后面开始切，取2片下来，先拿去清洗。高丽菜洗干净了，梗的部分先切下来。这可以做其他的料理。把高丽菜卷起来，切丝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准备1个鸡蛋，放1小撮的胡椒粉，把鸡蛋打散，可以了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油微热，放入鸡蛋，把鸡蛋炒碎，可以稍微把它切碎一点。炒香后就可以起锅了。用回原锅，锅内再放入油，把高丽菜放入锅内，把高丽菜炒至金黄色。我要把高丽菜炒成像素油葱酥那样的颜色。高丽菜经过炒至金黄色后，就可以散发出好像葱的香气。这就是素食版的素油葱酥。炒到现在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点点变成金黄色，大部分还是绿的。这时候就要注意火的温度，它快要变成金黄色了。大概再炒个几秒，它就已经快要金黄色了。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关火，因为油还是热了。所以它还是会持续的作用，把它变成金黄色。可以先把它取出，用回原锅，放入节瓜和红萝卜，快速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食材有沾附到油。现在放入黑木耳，快速翻炒，食材炒均匀，现在可以来调味了。
酱油1茶匙，素蚝油1茶匙，胡椒粉1/4茶匙，快速翻炒。调味料炒匀了，现在放入香菜、鸡蛋，还有素油葱酥，刚刚炒的高丽菜，快速翻炒，把所有食材炒香。这样子炒的馅料特别香，颜色也很美丽，有红有黄有绿有黑的。我最后用大火炒了1分钟，这样子把香气逼出来，所有味道都融合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取一张水饺皮，把水饺皮擀大片点，挖一匙馅料，放在水饺皮的中间，在水饺皮的周围沾上1层水。这样子比较容易粘起来。接着就来给它收口，像这样子一折一折的，左手大拇指压着馅料，右手绕圈，一折一折的捏，这样1颗就完成了。用水饺皮做水煎包，是因为水饺皮具有较好的韧性和粘性，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揉面或是等发酵，就能够轻松包各种的馅料，并且在煮和煎的过程中不容易破裂。而且水饺皮在煎炸的过程中，底部会变得香脆，增加口感和味道，使水煎包更加的美味。此外，水饺皮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得到，价格又实惠，制作过程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和经验，因此使用水饺皮制作水煎包是一种简单、方便、美味又受欢迎的选择。这种懒人做法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1汤匙的面粉，100cc 的水，调成面粉水，已经调匀了，加半汤匙的油进来，可以了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小包子放进来，来看看有变成微微的金黄色，可以把面粉水加进来了。面粉水要再搅一搅，再放进来。盖上盖子，用中小火煎了11分钟，可以关火起锅了。把它倒扣出来，底部变成金黄酥脆，把它每一颗都分开。I think I might be hooked on you. Things you said to me, it seems like you like me too. We can take it slow, make sure we 来试吃水煎包，这是迷你版的水煎包，用水饺皮做好方便哦，不用揉面团，而且你们看，还煎出了冰花哎，来试吃看。底部好酥脆哦。很好吃，清淡清淡的，喜欢重口味的可以再加多一点点的盐。但我觉得这样子呢，可以吃到原型食材的香味，然后有淡淡的咸味，就很好吃了。节瓜的口感就是软软的，很好吃。有放香菜，整个味道都提起来了。素油葱酥啊，大家可以多做一些起来，拌面拌饭，或是烫青菜淋在上面。都很好吃哦，它炸完过后真的有一种独特的香气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回想起很多年前啊，第一次做素油葱酥的时候，就得到很多人的回响。那一次呢，好多人就认识了我。那很感谢那时候呢，大家有看素油葱酥了，不知道到现在呢，还有没有看过我那个芋头糕的上面的素油葱酥的做法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加1。那你们就是我的老观众了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很好吃，一口就可以吃一个。think